嗨，我是 VT， 今天要来聊聊之前素材爆炸的游戏。这款2022年在 Steam 上大多好评，中文翻译叫《失落的精灵》。这是一款经典回合制 RPG， 战斗时会拉近距离演示战斗画面。画面中不但可以看到敌我双方之间的战斗，连背景也会有其他正在战斗的士兵，借此营造战争的场面。战场上有可以多加利用的环境，像是水滩或是平原等。水滩可以降低火系攻击效果，使用冰系或雷系攻击会有特殊效果。树丛可以提供10点防护，使用火系攻击会变成燃烧地形。武器与防具也有克制机制，尤其到了后期还蛮重要的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技能都有次数限制。简单说，除了战斗系职业以外，法术系职业技能次数用完之后就废了。再来我们看看营地 RPG， 当然少不了营地事件与角色好感。每次回到营地后都会先跳出营地报告，上面都会提到有什么事件或是谁来到营地。前期营地事件都会配合剧情解锁营地功能，像是训练场与马厩，然后马厩只是装饰。整个游戏下来我只得到3匹马。剧情到中后期，营地事件更多都是某个角色对于某件事情或是某场战斗的看法。再来是角色好感度，提升好感度不外乎就是赠送礼物或是一起吃饭，只要好感度达到上限会有不同奖励，奖励内容上网都查得到，这边就不多说。最后是招募系统，招募过程不算麻烦，有的要达到一定好感度才愿意加入，有的只要触发事件就会加入。要注意的是，提升好感度都会消耗指挥值，所以不太可能让所有角色都达到好感上限，这里就很考验玩家对于这方面的规划。我建议直接上网查好感度奖励比较快。还有比较烦人的职业等级与装备熟练，角色职业可以透过升级不同武器解锁不同职业，由此可以依照个人喜好与战术分配每个角色的定位，可以利用训练场来增加指定角色的装备熟练经验值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训练计划与角色装备不同的话，不会有任何作用。游戏机制大致上是这样。接下来聊聊游戏故事。首先，这位看起来打过肉毒的就是我们的主角，名叫埃登。为了方便大家记忆，我们可以叫他大哥。大哥虽然身为佣兵，但为人热情，乐于助人，身边总是带着雷恩与弗朗西斯科等一帮兄弟。为了方便，我称为桃园帮。某日，桃园帮3人在路上遇到一位女士正被调戏，我们热心的大哥当然不会袖手旁观，一个箭步上前阻止。这位女士也正好在寻找这位乐于助人的大哥，但正在调戏她的佣兵似乎非常不爽。然后两边就打起来了。开打前两边代表还不忘嘴炮，别要在他面前耍帅，是我先看上的，根本没必要，我本来就很帅，而且没看到人家百般不愿意吗？我干掉他们！然后恼羞成怒的佣兵就被桃园帮3人给打跑了。我想委托你们帮我处理一些事情，当然没问题。这时弗朗西斯科简称3弟就不爽了。不是，我们又不是搞慈善的，你不要每次钱还没到手就先打，随便你们开价，没问题，我的女士。总之先回藏身处吧。回到藏身处之后，女士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给桃园帮。简单来说，这位女士叫莎拉，被当地贵族看上之后，丈夫被杀，然后又被强迫再婚。自己的妹妹为了保护莎拉而刺杀贵族，但没有成功。总之，为了拯救自己的妹妹，愿意高额聘用桃园帮。桃园帮一众都很同情莎拉的遭遇，不过闯入监狱不是什么轻松的事。这时突然有人敲门，开门，你们全部被捕了。你们都进来了，还开什么门？还有你表情能够再丰富一点吗？好吧，这游戏每个人都像脸部打肉毒一样，完全无法有太多变化。总之，行动还没开始，大哥自己扛下不具名的罪行，就这么自愿被捕了。进到监狱后，大哥正巧跟莎拉的妹妹关在一起，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找到妹妹，所以我姐姐派你来救我的。没错，那你等什么？快救我出去啊！别急，至少计划已经完成一半了。那另一半呢？还在想。然后贵族突然就来巡视牢房，原来这个牢房还关押着来自首都的审判官马歇尔。透过动画我们得知，审判官查到这位贵族使用非法手段压榨当地商人的财富，曾试图要举发他的罪行，但是最后还是被贵族抓起来并关押在这里。按照贵族的计划，关押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是他的替死鬼，这引起在场所有人的不满。于是审判官提议，如果要活命的话，那就发起叛乱。其他囚犯都表示赞同，然后大哥
哥不愧是大哥，平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姿态让所有人都推崇大哥成为领袖，所以他就这样成为领袖了。这时雷恩（以下简称二弟）突然出现，哇靠，怎么现在才来？你以为筹钱很简单吗？好了，别废话，3天后你们在城镇里大闹一场，越大越好，懂了吗？我们直接把你带出来不就好了？不行，我不能放弃这些人，你知道我一向以德服人，如果放弃这些人会让我良心。呵呵呵，我知道了，再说下去3天3夜都睡不完，我现在去准备886多库诺，他要我们3天后在城镇广场大闹一场，那我试试吧，这我最擅长了。然后时间直接来到3天后，卫兵收到消息，得知城镇广场上发生暴动，这位有名字的帅哥像是早就知道一样，马上就支开看守监狱的卫兵，然后瞬间出现在监狱内。原来他是审判官的护卫，把所有人都放出来之后，就进入战斗画面。哇靠，叫你们闹事不是叫你们放火啊！这里要我们把事情闹大，怪我咯。由于我选择简单难度，所以这场战斗打得非常轻松。这时贵族突然进入战场，并扬言要就地处刑。不过可能是简单难度的关系，也有可能是这位贵族脑袋有问题，只带上4个护卫就加入战场。仗着人数优势的桃园帮很快就把贵族的部队给冲垮了。战斗结束后，大哥把贵族捆绑起来，交由审判官处理。这时贵族还在各种嘴臭、各种喷，然后下一秒他就领便当了。原来是莎拉干的啊！那没事了，人家丈夫被杀，妹妹也差点惨遭毒手，可以理解。可是这样从自保直接升级成叛变了啊！接着大家争论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我们大哥与马薛（以下简称夫人）只能一不做二不休，实际发起叛乱。那么首先就是要先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这时夫人提议可以去菲尼切家族碰碰运气，于是大哥让自己手下的桃园帮去收集物资与号召愿意跟随的民众。进入营地后，我们终于可以好好介绍桃园帮的成员。这是2弟3弟，前面已经看过了。这是老妖罗宾，是个弓箭手，之后会转职成马厩管理员。再来是军需官罗贝尔，他没什么特别的。包含大哥，桃园帮成员总共5人。然后罗贝尔建议面见大人物前先准备好自我介绍。我们大哥可是家喻户晓的小人物，区区领主算得了什么？隔天夫人与大哥在郊区闲聊，你准备好面试问答了吗？什么大场面没看过？区面试不算什么。你好像很紧张。这天没睡好而已。接着画面就切换到菲尼切家的城堡内，领主叫伊索罗，他很客气的接待大哥，并表示知道自己大哥此次前来的目的。听说你在招兵买马，我这里有现成的，给我一个必须要你的理由，因为我是主角。好，你录取了。就这样，桃园帮正式加入反抗军的行列。其实伊索罗很喜欢大哥，隔天开会的时候更是直接任命大哥为指挥官，这让自己旗下的家臣很不是滋味。但是伊索罗的外甥巴拉斯塔尔也同意这个决定，才勉强压下反对声音。总之，大哥被分配到的军力也不少，只是万万没想到新官刚上任，第一场仗就要打攻城战，这确实给大哥不小的压力。但是在简单难度下，区一个小城池根本不算什么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攻城战的动画做得可圈可点，虽然少了点真实感，但是细节一点也不马虎。经历一场简单的战斗后，我们很快就拿下这座城池，并且在监狱遇见了大哥之后的酒友吉尔伯特。为了方便，以下简称老头。老头是个经验丰富的战略家，对于大哥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人才。再怎么样，一定要让老头加入到自己的麾下。你知道我怎么攻下城池的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要喝酒吗？喝了，哪次不喝的？那就签下去吧。签了，哪次不签的？就这样，老头也加入反抗军的行列。这次的故事先到这边。这个游戏的文本量蛮大的，整个主线有27个章节，光录素材就耗了我快1个礼拜的时间，这还不包含素材爆炸的时间。总之，喜欢的话，请给我一个免费的喜欢与订阅，我会尽可能带给大家有趣或精彩的故事。我是 VT，我们下次见。